こんにちは。日本最南端和平的碑。猪突猛进。现在7点40，8点钟的船出发。还好住的地方离轮渡站比较近，走过去大概5-6分钟吧。大家好，我是老宋，我现在是在日本冲绳地区的石垣岛，今天将从石垣岛的港口乘坐轮渡船前往日本最南端的波照间岛。这里就是石垣岛的离岛轮渡站，然后从这里可以前往石垣岛周边的一些离岛、一些小岛。哇，里头外面看起来人不多，里面人真的还是挺多的，有这种旅游团的，导游带着。西表岛大员也是8点15分的，7点半到竹富岛就已经发了，黑岛、小冰岛都是7点半，8点到黑岛。哎，为什么波照间没有写呢？啊，波照间，哎。不会，哎，怎么没有显示？我们有没有来晚？应该是这个吧。吓我一跳，人家都已经截止啊！石垣岛到波照间的，大家都已经登船了，怪不得它屏幕上不显示，吓我一跳，我以为今天取消了呢。人还是挺多的啊，预想中。ここから波照間港まで所要時間約100分前後予定しております。航行中、波や風の影響により船が大きく揺れる恐れがありますので、航行中はお席を立たないようお願いいたします。8点钟准时出发。从石垣岛前往波照间岛有2种方式，一种是乘坐小型飞机，但目前该航线并非每日固定运营，且经常调整，很常停航。另外一种就是乘坐定期轮渡，这是最主要的交通方式。在夏季通常1日有3个来回，冬季减少为1日2班。目前的固定班次分别为上午的8点和下午的2点半，夏季通常会增加11点45左右的午间班次。如果想要1日往返，可以乘坐早晨的船班前往波照间，然后再乘坐下午的轮渡船返回。单程票为4070日元，往返为7830日元。可以提前预订，也可以现场购票。不过为了保证座位，推荐大家可以在网上提前预订。乘船时只需出示2维码即可，非常方便。整艘船的话，它其实就1层，然后这边是座位的部分，后面有一小部分沙发的座位、卫生间。它这个船的话，还有一个2层的席位，算是商务舱，稍微高级一些，只有30个座位，但是要多加1000块钱，单程的话多加1000块，类似于船上的商务舱吧。但是我觉得感觉，差别不是特别大。对，果然2楼斯巴西斗就是高级船舱，然后船上还有自动贩卖机，所以买水什么的不用担心。从这个楼梯上去应该就是高级船舱、高级座位，怎么有点像那个阿联酋的A380？
上到2楼去就是商务舱。哦，船上竟然还有这个免费 WiFi。从石垣岛到波照间岛的轮渡船单程约需1个半小时，不过容易受风浪的影响而停航，尤其是该海域位于外海，波浪较高，所以请大家提前注意天气的情况。终于下船了，大概1个半小时的时间吧，比我想中的要快一些，我以为要2个小时，1个半小时的时间。很多人都已经在等着回去了。波照间岛不大，总面积约为12.7平方公里，如果开车绕行，1周仅需20到30分钟。所以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租车，最方便的旅行方式就是租机车或者是电动的自行车，可以提前预约，然后店主会来码头接，也可以下了船看牌子找，现场看到很多举牌子的租车店。はい、行きましょうね。はい。そう、ハンサムなんですよ。若い。モテモテメニュー？あ、でも奥さんと子供が。不倫しちゃうんじゃない？しないね。ハテルマじゃバレちゃうよね。すぐ。うん。この船での出入りしか人が今ないから、船の時間は来て、変な怪しい人がいないかチェックして。あんまり。何がやってるって飛行でこの右手は大使共同売店という売店になります。でこういった売店が波照間の中に4カ所ほどあるんですが、全部お昼時間が休憩になっていて、ここが1時から3時、他が12時から3時ぐらいまでお休みになってるので、お買い物の時間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ね。でこの辺が島の中心っていう感じで、ここ公園なんですけど、公園の奥にピンクのタイル張りの建物そこにありますよね。あれ公衆トイレになっていますので、もし使う時あればご自由に使ってください。で食堂がねあんまりやっていなくって、もう確実にやってるのは西浜のすぐそばにカフェブルーっていうのが最近オープンして、そこは確実にやっています。お兄さん、名前と携帯書いてもらっていい？はい、わかりごめんね。ました。はい。ちょっと手が離れちゃった。あ、そう、見せます。ちょっと待ってね。取れたからな。400。じゃあ先に行きます。はい、行きます。哇，今天天气还是真的是不错。本来担心风很大，其实还好，就是稍微有点晒。天气好的时候，唯一的麻烦的点就是真的很晒。然后老板说，其实周围也没什么特别多的东西，就是甘蔗田，所以其实骑一圈整个风景变化不大。然后他就说，你可以找个地方稍微的休息休息，不用太着急，慢慢走。看看底下是什么。哇，这边稍微好点，然后那个路实在是太陡了，下坡就是比较少，前面有乌鸦挡道。啊，这边应该是大公路，像这种路就好很多，刚刚那路实在是太那什么了。这边有一个海滩的，但是还没找到去海滩的路。啊，这边好像有一条路，这感觉有一条小路啊，这不知道能不能进去。
就感觉貌似是有一条路，但是又不太确定这路可不可以走。主要是我还有那个自行车，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人来，车放在这儿应该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也没什么人。你就在这种地方啊，就没有人，但是你老听到哪个地方有那种声响，所以你就不太确定是人的脚步还是动物还是什么。四面八方会有一些那种声响，就很多是其实是树叶的声音，但是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吓人，虽然是大白天。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那个美剧的《Lost》，很早以前看过。哇，这还挺深的呀！感觉那个就是大家在小岛上都在那个丛林里钻来钻去。哇，这的确是可以通到海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路啊，真的正常人应该可能不太会走，完全是秘境小路。哇，到海边了！别我一会儿上去，然后车没了就行。有很多沙子。哇哇，到海边了。现在主要是有点那个向阳，不是向阳，有点逆光，真的。我觉得这海滩应该可能一整天应该也不太会有1-2个人，因为很少有人会从那种灌木丛中钻出来。哇，整个鞋湿了，我还没下水呢，整个鞋全湿了。这竟然有一个冰糖雪梨，这不知道是海水冲过来的吧？应该。2015年吧，这写的2015年还是2025年，看不清楚。我觉得这应该是海水冲过来的吧。这么遥远，冲到了异国的海滩。算了，我还是把这瓶子带走吧。我觉得放在这儿有碍观瞻，否则又要上媒体了。还好车还在。这个地方真的不可能有人来。老板说的确实没错，除了小镇中心的那点地方，周边的道路基本上风景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些山羊，还是有的人骑自行车的，我以为没有人。跟你讲，还是有人骑的。这边应该马上到那个最南端的碑的地方了。啊，这还有一个停车场。这种地方估计大家也都不锁车的，包还是拿着吧。应该是在这儿吧。好，这儿人还挺多的，怎么大家都聚集在这儿了？也是岛上最有名的景点了，所以很多人到这儿来。这人应该是来岛上骑行的吧？日本最南端和平的碑，
这地方是属于竹副厅的，行政区划的话。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的碑，日本最南端之碑。这个字儿怎么写的？感觉很随意的。到底哪个点算是最难啊？看看地图啊，感觉现在没有网了。虽然现在蓝色的点这个地方是最难的碑，但是你看这地图，明显其实它不是最难的点，应该西边的那个地方应该是最难，所以这也无所谓哪个礁石是最难了，都差不多。哇，这边就可以看到海了。在这么遥远的地方，这儿有一个水泥砌的叫“成人纪念播中32期，1986年1月10号”，估计是这个地方的中学生。32期的，就是波间岛中学的32期的学生，他们自己在这儿搞了一个成年的纪念，然后应该大家的名字写在这儿，这还挺有纪念意义的，可能过很多年大家再来看一看。86年高中毕业的话，差不多现在可能都将近60岁了吧。这个角度真不错啊。哇，怪不得有个人饼干儿，有个人饼干儿掉在这儿了，然后这些乌鸦全都过来了。我就说怎么突然间一堆乌鸦？还有啊，哦，叼出来一个，还在打架呢。这个就是刚看到的波照间岛的星空观测塔。然后据说波照间岛的星空也是挺漂亮的，所以如果是在这住一晚上的话，那晚上可以看看星星。好，前面这附近有一个那个波照间岛的机场，虽然现在已经不通航了，还是有一个老的机场，想去那个地方看一下。哇，真的是机场的跑道。哦，对，现在还是有飞机的，冬季没有。对，我想起来了。我还查过的，冬季是没有的，然后夏天是有的。它有一段时间，好像到4月份之前是冬季整修。波照间岛的机场，波照间岛机场，现在应该是关闭的，应该不让进去的。哦，这边看起来好像大家都在收割甘蔗了，在收割甘蔗了，好多人。他们这甘蔗看起来是绿的，应该就真的不是吃的，直接是制糖的。可能岛上的主要的农业产品也就是甘蔗了。右边的小羊在看我 ，Hello。路上基本上也没什么车，唯一看到的就是前面这个农业收割机吧，应该是。这里边是什么？去看一下。
这里应该差不多到了居民聚集的地方，居民住的地方。有些房子还挺大的。像前面的这个蓝色的、浅蓝色的房子，应该就是民宿，也有一些民宿的。这应该就是一家民宿。可能夏天来玩水的人会更多一些，然后也应该很多人会来这儿住个几天。啊，这有点小卖店。还说，刚刚那个人介绍说，岛上只有4家小卖店，然后中午都是会休息的。玩友卖店，挺可爱的。很像是那种游戏啊或电影当中出现那种房子的样子。门口一个贩卖机，然后还可以兼邮局的功能。那个红色两横红色一竖的，这个就是日本的邮局的标志。こんにちは。有一些饮料，买个饮料好了。有一些纪念品，牛奶、蔬菜汁，哦，还有冷饮。这边的这个蒸馏酒还是挺有名的，泡盛、琉球泡盛，就像一个小的便利店一样，这种冷冻的食品啊也都有。还有花的种子，生活用品。这个不错，看起来。黑糖的花生。お願いします。870円になります。870円足りないですね。1000円でお願いします。お借りします。すみません、袋があれば。はい、袋が10円になりますね。10円ですね。はい。近くにご飯を食べるところってありますか？今日やってるかどうかわかんないんですけど、はい。この道まっすぐ行って、はい。大きな車庫が、はい。こっちなんですよ。向こう側に、はい、2階建てのお店があって、うずまれっていうところなんですけど。わかりました。こっち側ですよね。そうですね。もうこの道まっすぐ行けばあるんですけど、やってるかちょっとわかんないですよね。あ、大丈夫ですよ。掲示板の方に飲食店の情報貼ってありますので、そちらもご覧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はい。はい。这片区域真的感觉环境很好。周围有很多的树，所以也不会感觉太晒。当地人的这种家，它底下都是会有空的那一层，然后垫起来的。空的一层垫起来之后，上面一层木板。就很多热带地区的房子都是这样。这个虾应该是在修。非常安静啊，只有鸟叫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房子建的还挺漂亮的，门口栽的这树，我觉得应该是设计过的吧。然后还有这白色的石子儿，就特别像沙滩的感觉。这个其实我觉得建个民宿应该挺棒的。我觉得这应该是岛上最大的住宿的设施了吧？
Hotel Oceans。前面这里好像就是他们的小学了，波照间小学，还挺漂亮的。看一下日本他们常用的4字成语“猪突猛进”，就是指的是不断进步的意思。然后还有这个“一生全命”，就是拼命努力的意思。拼命努力，不断前进。整个学校的规模看起来还挺大的，2层楼的小学。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岛的最中心、最核心的地方了，居民聚集的地方，然后还有学校、派出所。就他们这个看板做的还挺厉害的，既有英文，还有中文简体、繁体，还有韩语。这么小一个小岛，做的还挺到位的。旁边那个就是小学、中学它是一体的，然后还有一个派出所。翻译的挺到位的啊，翻译成派出所。介绍也写的还挺详细的。周长14.8公里，面积12.77。他们这标语写的都挺实在的。然后这个地方写的是早寝早起，就是早起早睡，应该中文也看得明白啊，我觉得。家族揃って朝ごはん。全家人一起吃早餐，早起早睡，全家一起吃早餐，挺实在的。其实，这里是波照间酒造所，酿酒厂。他们这个冲绳的泡盛还是挺有名的，尤其波照间也是挺有名的，生产泡盛的这个蒸馏酒的地方。还有人在这跑步呢。终于看到一家店，应该是开着的。可以在这儿吃个午餐。还有这个冲绳 soba， 还有牛肉盖饭、咖啡、中味汁，这感觉是当地的特色料理，还有一些饮料什么之类的。他写的营业中，应该是开着的。很小的一家小店。哇，看起来还不错。它有这个菜和肉煮的饭，然后这是冲绳烧吧，之前老孙也介绍过了，它里面就是一般都会放2大块这个红烧肉，然后就是这种碱水面，跟一般日本的那个拉面不一样的，挺清爽的。不是很油腻的感觉，还不错。吃完饭出来了，今天的天真的是有点过于好了，好晒啊！天气过于好了，真的也不行，真的非常晒。这还有一个卖日用杂货啊。租自行车的地方，真的是非常晒。前面到渔港了，这里是波照间渔港，可以在这儿稍微看一下。这是刚刚下船的地方吗？这是刚刚下船的地方啊！我有点搞不太清楚。这好像是刚刚下船的地方，这就是轮渡站。现在这个船准备要走了。
应该是已经上船准备要走了。哇，这边的水还是真的是非常蓝啊，这个颜色跟游泳池的那水一样，怎么这么蓝？很漂亮的蓝绿色。他们这边其实还是有一个高速船的，所以这边是高速船的这个出港的码头，那边是一般的轮渡，普通轮渡的船是从那边出发。宝石蓝的颜色。接下来要去看一个琉球王，应该是琉球王国成立之前他们的当地的城迹，就跟日本本土的城迹肯定是不太一样。当时的八重山群岛当中，每一个岛它都会有一个管辖的首领，应该是他们居住的地方。虽然是电动的，我感觉还是有点辛苦，我觉得我骑的都有点骑不动了，天气有点热。所以，如果会骑摩托车的人的话，直接租个摩托车，我觉得应该会更方便一些。与那国岛的话，上面路上经常能碰到牛，这边是经常能碰到羊，到处都是羊。它这羊还是拴在这儿的，我还是被拴在这儿的这个羊，好多羊啊！哦，就在这儿，标识非常的不清楚，感觉来的人不多啊。下田园城迹。是有一些人的。这个部分的环境非常好啊，完全遮天蔽日的这个树木。然后刚刚其实也说了，这个地方呢，它属于城迹，但是并不是那种军事的城迹。它其实相当于以前在这个波照间岛居住的他的这个首领他的住所，和以及好像据说是举办仪式的这个空间，在一个小坡之上面。然后它周围的这些石头啊，都是海边的这种珊瑚石，就地取材，有一片开阔的平坦区域。城迹应该没有了，就只剩下以前。就是建的这个地方还在，城是没有了。据说也是因为这个地方稍微的地势比较偏高，然后看周围的这个道路啊情况，然后观察周围的情况也比较方便，所以才会建在这儿的。没什么太阳。这边是有一片海滩的，布杜玛里，哇，到海边了。现在应该就是啊，哇，这上头这个叶子有刺儿的，我刚手抓了一下，一下就把手划了一道，哎呀，还是得小心点。海颜色确实挺漂亮的，这海的颜色。这海边的瓶子，当然也有日本的，真的应该是被海浪吹过来的吧？我觉得，农夫山泉，这没办法，真的可能很多都是被海浪冲过来的。
看这边这个礁石，明显是被海浪冲刷的这痕迹。旁边这里是他们当地的制糖工厂哦，所有的甘蔗都是拉到这儿来制糖的，所以他们是岛上是产黑糖的。哦，是这儿，这边的路还修得挺好的，它旁边是有一家民宿的。这边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海滩，所以它整个路修得比较好，可以开车直接过来。我感觉海水的颜色真的不太一样，这边真的更蓝一些，更漂亮。走到那个大路上，然后骑回去还车。4点20的轮渡，然后呢，租车的地方是3点50还回去，然后他会把乘客再送回到轮渡站。孤独的自动贩卖机，日本真的是各种小地方，别的没有，但是自动贩卖机是一定有的。又回到村子了。いやー、どうしたお兄さん。楽しかった大変だっです。たでしょ。それアシスト？アシストですね。結構バッテリー残ってる？残ってますね。今まだいっぱい残ってます。そんなにかからなかったですね。いやー、最高だよ。天気はいいし。天気良かったですね、本当に。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晴れて良かったです。でき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はい、す。待って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ぜひまたお越し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はい。又回到港口了，然后等一下4点20的船。还好今天天气还不错，没有下雨。如果浪太大的话，很担心船会取消。如果船会取消的话，就只能是待在这儿住一晚了。今天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这个候船大厅应该是在整修吧，不过里面据说还是正常开着的。でも時間が結構余ったぐらい。本も2回目です。2回目。这冰箱贴还挺可爱的，小小的。哈德鲁玛。现在4点钟，差不多船要进港了，大家已经开始在这排队了。然后这辆警车好像今天听那个租车老板也讲，就每天2班船的时候，一定会到港口这边来，稍微的监督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保卫着岛的安全。
正如租车行老板说的，整个岛很小，如果骑着车随便走走逛逛，3-4个小时足够了。不过这里也是星空非常有名的地方，是全日本唯一能清晰观测到南十字星的地方，所以还是有很多人随傍晚的船上岛，应该会是一个非常安静放松的一晚。波照间岛不算是一个开发很好的度假地，不过自己最喜欢的反而是穿过那些秘境小路抵达海滩的过程，既有些刺激又略带神秘，豁然开朗的海滩又是如此的畅快舒展，像是抵达了某个独属于自己的秘密基地，可以肆意的享受独处的时光。北滨海滩非常漂亮，清透的蓝色有一种让人放松的力量，非常值得一看。这种轮渡船不但是载客，还兼具着岛上的这个货运，所以每次船来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挺开心的。很多快递也会到了，对岛上的人来说真的不容易。这货应该是先从冲绳本岛运到石垣岛，然后再从石垣岛运过来。当然也可以飞机到石垣也可以，对，从东京也有飞机到石垣的，很多的货物。估计很多店铺的进货也是通过这个轮渡船运过来的。然后，终于可以坐船了，走了。另外，这一次的旅行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至此，老宋已经打卡了日本可以抵达的4个极点，分别是最北端北海道之内的宗谷岬，最东端北海道根室的纳沙布岬，最西端冲绳的与那国岛，以及最南端的波照间岛。这4个地方都分别在过往的影片里有所記錄，也感謝大家一路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見。鮮やかに蘇るあなたと過ごした日々は秋に泣き冬に耐え春に咲く三振の花